眼前这些小圆片是用来制作硬币的原料，这是一种特殊的合金材料，其中含有铜、镍、镁、锌等贵金属。工人将一大卷铜镍合金放进冲压机中，经过机器的冲压，一个个硬币毛坯就被制造出来了。像这样一卷铜镍合金价值约为30万，可以制造出50万个硬币毛坯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边角料，工厂会把它收集起来，熔炼后再次使用。现在硬币的毛坯还特别硬，模具无法在上面印上图案，所以加工好的硬币毛坯会在这个炉子里被加热到700度，之后这些毛坯被送进冷却槽中降温。在加热软化过程中，这些毛坯表面会失去光泽，所以在离开冷却槽后，硬币毛坯要在这个旋转的滚筒中打磨光滑。这里面含有特殊的化学清洗剂，可以使毛坯表面重现光泽。1小时后，硬币清洗完成。接下来，这些硬币毛坯会被送进锻粗机中。这个机器的旋转钢盘和钢轨之间有一个间隙，这个间隙的宽度会逐渐变小。硬币毛坯在中间通过时，经过机器强力挤压，边缘会向内翻卷凸起。你在硬币上摸到凸起的圆边，就是这样制成的。它可以用来保护硬币的图案不会磨损。之后产出的毛坯就可以送往铸币室进行冲压了。这是用来制造硬币模具的石膏板，工作人员将它放到一个雕刻机上，在上面涂上润滑油之后启动机器，机器通过顶针来感应模具表面的凸起，然后通过一系列齿轮的配合，将它缩小到1/12，打造出一枚原始钢模。这个就是我们常见的凸版模具。现在这个钢模还不能直接用来生产硬币，这样制造出来的硬币左右两面是相反的。用来生产硬币的模具叫做凹版模具，所以工作人员将准备好的空白模具放入液压机中，这些模具比原始钢模质地要软一些。之后将凸版模具也放进液压机中，通过液压机就可以得到用来生产硬币的凹版模具了。这是用来压制硬币图案的金轧机。工作人员将正反两面的模具放好后，机器将硬币毛坯送到2个模具之间，一个模具负责冲压出硬币的正面，另一个则冲压出反面。金轧机的速度非常快，1分钟就可以生产出750个硬币，1个小时就是45万。这赚钱的速度连比尔盖茨都比不上。之后质检人员会抽查这些硬币是否排列正确，确认无误后，这些硬币会被送进自动数币机中清点好数目，然后把它们装进麻袋里送往银行。以上就是硬币的制造过程，你学会了吗？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你们的点赞、关注、转发，咱们下期再见。玻璃的自然分解要上百万年，如果以我们对玻璃容器及制品的依赖和巨大的使用量，是不是迟早我们会被堆积如山的玻璃垃圾所包围呢？不过好在玻璃是可以反复回收并利用的，我们就来看一下玻璃是如何被回收再利用的。回收回来的玻璃制品先进行破碎和去除杂质，废玻璃沿着输送带进入到破碎机，被挤压成碎片，之后会被传送到旋转滚筒筛。利用网眼的大小不同，可以把玻璃和其他材料，比如夹杂在其中的塑料等垃圾分离。再利用磁铁能把所有的黑色金属从玻璃碎片中清除，之后玻璃碎片就进入硫化床干燥器，被加热到87摄氏度，玻璃碎片上残留的标签纸的胶就开始融化和松动，然后洗涤设备就可以去除掉玻璃上的标签纸，一切都是自动化完成。不过此时各种不同颜色的玻璃碎片还混杂在一起，就需要把不同颜色的玻璃碎片分开，使用光学分拣机，最小9.5毫米的玻璃碎片都能被准确的进行分类。分类好之后，玻璃就被输送带送到了锤磨机进行研磨，研磨后的玻璃几乎已经成了粉末状，然后玻璃粉末被加入到玻璃熔炉中，炉内的温度高达1648摄氏度，熔炉使用电能，功率高达3.5兆瓦。工作时在电极的前端产生电弧，巨大电极能快速的让玻璃融化和保持融化状态。这一根就是使用后更换下来的，相比左边这一根全新的电极，右边使用过的电极已经被腐蚀的面目全非了。熔炉内的景象就像是地狱一般，融化后的玻璃就可以用来制作各种玻璃制品，比如玻璃棉。熔的玻璃经过纤维化后就会变得像棉花一样柔软，用手触摸是很安全的，但是如果不小心吸入肺部就会对人体带来伤害。不过它的用途却是非常的广泛，用它制成的复合材料，不管是在民用市场还是在航空航天中都能用到，另外也会被再次制造成瓶瓶罐罐被重复的利用。用回收来的废玻璃再次利用，要比从头制造玻璃使用的能耗至少要低40%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养成良好的垃圾分类习惯，为环保事业做一份自己的贡献。还请长按点赞3秒，推荐给更多人。想要了解更多制造百科，关注影件博览。工人把一袋袋砂糖堆到搅拌机里，接着在搅拌机里倒入2种不同的可可，这是用来调制饼干的独特味道。搅拌之前还要加入其他原料。工人把食用盐和一种特殊配方的菜籽油混合物倒入搅拌机中，菜籽油使这些原料混合成面糊，之后盖上盖子，搅拌机把所有原料搅拌到一起，
等面糊看起来像一个冒泡的巧克力汤，就在搅拌机中加入干冰，接着再倒入面粉，让面粉在制作的时候保持低温，这样做出来的面团才不容易碎。最后搅拌一下，这个巧克力面团就做好了。工人用铲子把面团铲到炉排上，让面团从中间落下，这样可以保护双手，避免被压制饼干的机器夹到。机器自动在面团上压上设计复杂的图案和品牌名称，饼干初见雏形。这台机器每小时能压制5000块饼干，效率非常高。现在要开始烤制饼干，刚成型的小饼干转移到另一条钢制传送带上，饼干经过煤气炉的加热，均匀烘烤。几分钟后，饼干烤熟，电风扇不停吹送冷风，让饼干冷却下来，直到变得酥脆。饼干被转移到另一个传送带，落入斜的凹槽中，经过斜坡落入特定的位置。这时候的饼干是正面朝下，接下来一部分是反面朝下。圆柱形的泵将香草奶油打在饼干表面上，成为奥利奥的底。沾上奶油的饼干被运输到下一站，在传送带上方，机器将顶部的饼干盖在奶油层上，这样奥利奥就做好了。机械手指将做好的饼干均匀分开，每组11块。加摆器将每组饼干整齐地放入塑料盒中，一个塑料盒内装3组，装满了奥利奥的托盘移送到包装站，金属薄膜展开，粘贴在饼干盒子上。热风机将两端封口进行塑封。接下来看看摩洛哥羊头汤是怎么做的。只见印度小伙拆开6袋长条形的面包，取出面包一片片切开，他的刀工很熟练，面包片厚薄均匀，卖相也不错。接着，小伙快速地将面包平铺在铁板上，把切碎的洋葱条放到面包上，每一片都不落下。接着快速地撒上切好的蒜叶，有的人不喜欢葱蒜，就保留几片面包不放。之后继续在面包上放上红色的番茄粒、黄色的玉米粒，面包一下子色彩丰富起来，视觉效果十足。小伙在面包上挤一层酱料，再撒上一点调料粉，这撒料的手势是灵魂所在，香料跟不要钱似的，确保每一个都不落下。一手拿着芝士，一手举着刨子，刮出芝士条，撒在面包上。这个动作保持时间长了很考验臂力，芝士也跟不要钱似的，铺满了整个面包，热量简直要爆炸。很快，铁板上只看到白色的芝士，看不到底下丰富的佐料。小伙继续在芝士条堆成的小山堆上摆上腌制的青辣椒和腌制的果脯，又放上红辣椒，红辣椒冒着油光，看起来辛辣爽口。小伙在面上挤上一层奶酪，撒上干果粒，整个看下来摆盘还非常讲究。现在来烤面包，小伙用铲子将一排6个面包放到烤炉中烘烤，几分钟后取出，放到垫有锡纸的纸盒中。白色的芝士表面泛着焦黄色，看起来卖相不错，又加了各种香料。这样的烤面包你敢试一试吗？